各位網友好啊，西方的這個左毒啊，一旦中毒，人的大腦就完全降智了。今天呢，王叔通過2個例子啊，來跟大家破解一下左毒啊。這是2起悲劇啊。一樁呢，就是1978年英國的左翼記者馬爾科姆·考德威爾啊，千里迢迢的奔赴柬埔寨朝聖，結果呢，因為斗膽之疑、饑荒而被這個波爾布特當晚派兵滅口。另外一樁就是2016年美國大學生奧托·瓦姆比爾出於獵奇去朝鮮旅遊，因為酒後手持一張領袖的標語海報，慘遭非法拘禁，最終被虐成植物人，送回國幾天啊就斃命了。這2起事件呢，一起是這個主動投懷送抱的信仰狂熱，一個是盲目無知作死的無畏冒險。他們就像2面鏡子，照出了西方世界某些人在面對極權怪獸時那令人驚嘆的降智表現，那個是智商在地下被摩擦啊。所以王叔說這個西方左派啊，非傻即壞，非蠢即壞。先把這個傻的例子說一下啊。我們先看看這位這個考德威爾啊，是何許人也？此君可是上個世紀70年代倫敦媒體圈公認的刺頭評論家，他整天舉着社會主義大旗在《工人報》上痛批英國王室奢靡成性，字字如刀啊，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農倉。那資本社會肯定有農倉嘛，那揭露的很好啊。有意思是什麼呢？這位老兄罵起權貴來簡直像打了雞血。某篇文章裡甚至把女王的慶典活動啊，直接比喻為鍍金牢籠裡的提線木偶戲。這般的毒舌功力啊，讓同行都倒吸口涼氣。不過你別以為他就是個憤世嫉俗這個噴子，人家可是牛津大學政治系科班出身，理論功底扎實得很。據說書房裡的這個馬克思全局啊，都被翻起了毛邊兒。當這個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呢，在國際社會的一片罵聲中嶄露頭角時，考德威爾就像發現了新大陸。在他那些激情四射的專欄裡，這個東南亞小國就被描繪成滌蕩殖民餘毒的淨土，建立真正社會主義的實驗室。哪怕西方媒體呢，也不斷爆出些柬埔寨境內的殘酷內部清洗的消息，這位老兄都堅稱那是資產階級的污衊宣傳。有次他在 BBC 節目裡跟主持人吵得面紅耳赤，當場摔了話筒，憤然離席。所以這種魔幻現實般的執念呢，如今看來簡直像中了這個邪教的蠱毒一樣的那中毒很深的啊。好，我们看看轉折點就發生在1978年的12月，考德威爾終於拿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柬埔寨的簽證啟程前他在日記本中狂喜地寫下了明天就要觸摸人類新文明的這個脈搏。據同行者這個回憶飛機降落在金邊時，這位英國紳士激動得差點把行李箱都甩出了舷梯那一副手舞足蹈的樣子活像是要去迪士尼玩的孩子。可當透過這個吉普車窗看見蕭條的街道和面黃肌瘦的民眾時，居然扭頭對同伴解釋：“你看，這就是革命陣痛的必要代價。”好家伙，這個濾鏡的厚度那堪比防彈玻璃然後呢，他的與布爾布特的會面呢，被安排在這個叢林深處的某個指揮所。根據解密檔案考德威爾起初呢還謹小慎微的捧着筆記本來做記錄。可當談到集體農莊餓死人的這個問題時，他居然斗膽的反駁了一句，也提了個問題他說：“總書記同志，法國記者拍攝的饑荒照片。”這話還沒說完這質疑還沒出口，波爾布特當時臉一沉，甩袖離去。當天晚上，他的駐地官員還假惺惺的送來點果盤。誰知道就在凌晨時分，就有黑衣士兵破門
而入，槍聲驚飛了滿樹烏鴉。事後啊，現場不僅留下了考德威爾冰冷的屍體，房間裡居然還多了一具那個紅色高棉屍體的士兵的屍體。獨裁政權荒謬的對外宣稱，這是警衛啊因感情糾紛發瘋了，開槍自殺，是吧？然後順便把這個考德威爾也殺了啊，企圖用這種粗劣的這個謊言來掩蓋殺人滅口的一個真相啊。所以這類的這個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啊，他坐在倫敦啊寬敞明亮的書齋裡啊，大學的書齋裡，拿着這個優厚的這個工資和津貼，大談特談對遠方苦難的浪漫的想象。他們不是沒有看見血跡，而是選擇性的把暴行當成了一個宏大敘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用最殘酷的話說，他們用批判資本主義的敏銳去解構啊西方，卻用宗教般的盲目去美化極權啊，最終成了這個烏托邦祭壇上的一具祭品。我們再講第二個例子，那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去獵奇的一個溫室花朵。如果說考德威爾死於愚蠢的信仰，那麼美國大學生瓦姆比爾呢，則死於純粹的無知。就在2016年，這位剛滿21歲的弗吉尼亞的大學學生啊，報了這個旅行團去朝鮮。他就不是搞什麼政治崇拜去的，純粹就是出於西方年輕人特有的獵奇心理。哎呀，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爛成這個樣子了，我們到別的地方看看，是吧？朝鮮去看看啊，去打個卡，拍幾張照片回來炫耀炫耀。他去了平壤，就在平遙的羊角島的飯店裡，喝了點酒之後的瓦姆比爾啊，在員工區域看到一張宣傳標語海報，竟然想把它撕下來當成戰利品，偷偷帶回國給學校的學生啊！你看，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在極權國家損壞領袖肖像，那形同謀殺一樣的死罪啊！開玩笑啊！隨後的事情呢，令人不寒而栗啊！朝鮮當局就把酒後胡鬧、無限拔高成顛覆國家罪，逼迫他在鏡頭前痛哭流涕的認罪。最終15年的勞動佳肴判決啊，直接把一個活蹦亂跳的美國青年折磨成了一個植物人。就在他返回美國的當天，就被抬下了这個飛機，幾天後就去世了。所以啊，王叔為什麼說西方的左派是非蠢即壞呢？你看前面兩位，我把它歸納為蠢，他們不看歷史，不研究歷史啊，不研究暴政，不知道在那些沒有底線的暴政機器面前，你就是一個玩偶，你就是一個韭菜啊，是吧？你韭菜呢，割就隨便割的，像捏死一個螞蟻就把你捏死了，你根本就你還沒嚷啊，對吧？所以我說呢，這個绞肉機嘛，是吧？獨裁政權的绞肉機，對吧？它是完全可以脫離人道主義底線，是吧？沒有人權，是吧？你就是一個是吧小白鼠啊！當年加拿大這個疫情期間也是一樣，是不是啊？你卡車司機你想去抗議是吧？抗議這個抗議封鎖，對不起，給你抓起來啊，是吧？加拿大也差不多了啊，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差不多了啊。王安石講一個什麼特點呢？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啊。王安石把它總結為這個三部曲啊。不管是全球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名字叫什麼都不重要。他的三部曲蠻簡單，王安石給他破解一下。第一個，想一個無比拔高的一個道德高地占領了，比方說全球化，讓全球老百姓都幸福、都富裕，对吧？哎，你全國還不行啊，全球全宇宙的老百姓都幸福，你這個目標你誰能博得到呢？对不对？這個目標一高，站住了。
我在最高的一個道德位置跟你們說話，你們都是你們都是平民都是凡夫俗子。我這麼一高啊，全球的老百姓都富裕，都沒有貧窮，沒有疾病，你還跟我較什麼真兒，對吧？第二個，為了實現這麼高的目標，是不是要建立一個黨派組織啊？我們要團結起來呀，對不對？團結起來，我就是領袖啊，對不對？你們这麼高的目標要形成，你是不是搞個組織，對吧？你一個人不行吧？你也做不了，我也做不到，对不对？你搞個組織，組織裡面我是領袖，對吧？這是2部曲了吧？第3部曲蠻簡單，在這個組織裡面，你們不要唱反調，唱反調就可以把你拿下。你看當年這個是吧？考德威爾你去了，你怎麼唱反調呢？是不是？那有必要的代價是吧？那死個幾百萬人都不在乎，我們為了幾十億人的幸福死個幾百萬算什麼呢？對吧？你在唱反調，拿下幹掉，對不對？那就這麼簡單。你要聽我這一個人的是吧？我這是這個領袖，領袖的話怎麼能駁呢？怎麼能反质疑呢？開玩笑，那真主的話是吧？結束3部曲，反左派全這樣。你看現在美國民主黨投票起來，啪，票一致的，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個不同的意見，對不對？這叫左派。說美國民主黨呢是這個也是厲害的很啊。為什麼講那麼壞呢？你看那個佩洛西、麥康奈爾是吧？80歲的人了，那站的位置就死活不下。你照理說你搞民主嘛，對吧？你民主党搞民主，你怎麼能不下呢？我就不下。那個我把我这個炒成股神了，是吧？那我搞了幾個億、幾十億、上百億的成股神了，那就是要賺錢。我是領袖，我眾議院的這個議長，對吧？我麥康奈爾是老參議員，你怎麼能下呢？80歲躺在病床上，我還指揮這個咱們這個美國的奔向這個社會主義、被共產主義呢，对不对？開玩笑，是吧？所以他們這些玩叔一眼就看穿了他們這個玩了個什麼把戲，是吧？站這個道德高位，說的話都高調的不得了啊，把你全部駁倒，是吧？所以我說這些左派，我們希望我們看玩叔頻道的這個，不管是年輕人還是年紀大的哎呀，擦亮點眼睛不要被洗腦。你像加拿大就被洗腦了吧？自由黨上來是不是？你這個那就是社會主義是吧？免費發射、免費發福利都發是吧？你看着蠻高興是吧？誰出錢？你自己出錢，對吧？好，玩叔今天就講這個地方。以上觀點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